在日本美食界有3大被公认的料理之神，3个神手里分别有3个独门绝技，分别是寿司、鳗鱼还有天妇罗。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就是传说中的天妇罗之神。首先呢，这个店的位置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商圈之内，它是在一个居民区中一个特别隐蔽的小胡同里，所以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阳了快吃布洛芬。进店以后，先是有专门的人员给你搭配好天妇罗的酱汁儿，1大勺的萝卜泥，再搭配上特制的天妇罗汁。蘸料除了酱汁，还有简单的盐，再搭配上比饺子自助强100倍的小咸菜，然后就可以静静等待天妇罗之神的制作了。首先上场的就是最经典的天妇罗虾，看它这个颜色啊，好像是好几天没换油了似的，但是实际上并不是，它据说是用芝麻油炸的。外边这层衣啊，真的是很薄很酥脆，里边的虾肉也保持了非常鲜嫩的口感。因为在他们天妇罗的理论当中，天妇罗不单纯是炸，而是通过它外边薄薄的这一层衣来控制它的吸油量，从而去达到一种蒸或者是煎的烹饪效果。通过这种极快的烹饪方式，最大的程度去保留了食材应有的鲜美鲜嫩。其实咱们那个软炸里脊，包括我们家楼下的二大爷炸的那个鸡柳，其实也是这套理论，就是人家没人家会说。这个也同样是用芝麻油炸出来的虾头，看啊，这就是离主厨近的好处，滋滋冒油，趁热啊，还有这个视觉盛宴的时候，我们赶紧尝一下这个虾头的味道到底如何。芝麻油和虾头里面的虾油相结合，那简直就是香和鲜的碰撞。就咱们平常炒菜煸的虾油都很香，何况这个是酥酥脆脆的直接入口，可想而知它有多香。再一个，天妇罗讲究的就是选材，他们只选择适合天妇罗的食材部分。一条鱿鱼身上只有2个部分可以在这里做天妇罗，确实啊，这2个部分的口感的确是很特殊，吃起来有种在吃雪糕的口感。这个同样啊也是饮食差距，咱们平常出去吃铁板鱿鱼、吃烤鱿鱼、炸鱿鱼，基本上呢就是老板来个鱿鱼头、鱿鱼须、鱿鱼嘴，基本很少有几个讨口子说老板来个鱿鱼身子，来个鱿鱼肚子。其实呢也是因为一个更奢求质量，一个更奢求口感。这个银杏天妇罗，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太找到它那个点。这个东西吧，它怎么炸怎么做，它就是不好吃，它味道就是苦。但是呢，江湖传闻它大补，所以说只要男人可以补，什么苦我都可以吃。这个可真的厉害了啊，也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，炸茄盒。开玩笑啊，其实不一样，它这个是大叶里边夹着海胆，叶子是脆的，海胆是软的，叶子是苦的，海胆是鲜的，所以呢它这个味道是不可言喻的。接下来呢就是传说中的白子天妇罗，总有铁铁问我白子到底是啥，到底是啥，这东西你就非得解释的话，那就鱼懒子呗。一口直接爆香啊！这个东西吃起来呢，其实它和生蚝的口感差不了多少，基本上啊它是没有什么特殊味道的。反正这东西就当炸鲜奶吃吧。再一个呢，他们讲究一个食材的处理方式，每一种食材的处理需要不同的刀法，不同的蔬菜它的纹路也是不一样的。通过不一样的纹路，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松软程度。最压轴、最丝滑的登场了。多少人来这儿吃饭，其实就是为了看这么一个丝滑的表演。但是确实，这个鳗鱼确实是这所有里边，我觉得是最好吃的一个天妇罗。无论是鲜度，还是细嫩，还是松软，还有刚才说的那几条的天妇罗的要素，全部都做到了。这也是唯一一条能让我觉得和鳗鱼饭里的鳗鱼媲美的一条鳗鱼。最后是一个扇贝天妇罗的盖饭作为收尾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总体来说还可以，但是吧，它淋了很多的酱油，稍稍微微感觉有点咸。所以呢，最后我总结，这个天妇罗之神呢，它未必是能符合所有人的口味，也不一定说是真的多好吃。但是呢，它被称之为神，我觉得是一定的态度所在。包括这一辈子只做天妇罗这一件事的坚持，为了让自己的天妇罗菜单更形象一些，刻意去学的画画，这就是对一件事的态度。临走的时候呢，还会把配方非常详细的送给你，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一种自信。所以最后小周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，在自己的领域都能成为自己的神。